这是坐落于柔佛州中部，一座被油棕园与橡胶林环抱的百年小镇——巴罗新村。这里曾以盛产咖啡驰名，馥郁的香气曾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往全马各地。巴罗也很多小园主，留下来的都是那个出生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巴罗5间店面是他吗？还有是什么？你敢讲里面5间店面？你讲儿子的，不是我的儿子的。Dan Paloh juga ada filem Paloh, Bilang Kaum dan Harmoni. Dia bila datang tak harmoni bila time pilihan raya. Mereka sangat friendly. Chinese, Indian, Malay boleh duduk sama. So easy. 随着青年一代纷纷远赴城市打拼，巴罗新村仅有的2条老街也卸下了往日的喧嚣。Dulu orang banyak boleh main estate-nya. 然后我们每个做生意都在打蚊子。我父母亲在这边，为什么我们会外流？没有一个就业的地方。昔日熙熙攘攘的西苑，培育几代人的华小，再到那一口守候岁月的古井，他们都刻下了巴罗人的生活轨迹。要让这100年的记忆代代相传，首先安全的屏障不可或缺。这里的屋子都是，不是说简陋，是说防火的设施比较不好。听说消防队在20公里以外，那如果火患发生的话，居民如何是好？这对什么？我们不可以同时一起去旅行，真的，我们不会同时去旅行的。我曾经本身遇过的就是1天里面3宗，是11点、12点啊，还刷牙，刷什么牙？救火线，人命最重要啊！从小听到消防员就是那批勇于闯进火场救火的一个职业，看起来这么危险和专业的动作技术，竟然是可以民众自愿做的吗？那他们需要做的训练和准备是如何进行的呢Training lah, dia orang cuba dia orang punya fungsi dia okey ke tak dekat tempat belakang sikit. 所以每天一定要装满水啊，小心人家的水。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将肮脏的水给它排掉。例行活动我们2个星期一次，星期天就是3点、5点。因为我们没有正规训练，都是自动的安排自己的工作。平时他们也是有自己的正职，一旦发生火患，便放下手上的工作，奔赴火场展开救援。也时常都有了啊！我载车驾驶去到半路，听到电话就叫转回头丢在这边，叫我太太拿手术开门驾车去救火了。我通常都没有遇到正式太多 customer 啊，我出去啊就走了，救火了就走了这样子了。那个火灾是刚好在我学校对面，当时我在上课。我的校长第一句，先救火先，先救火先。因为有你，这个社区不一样。来，这个是什么情况？是在点名吗？啊，对，在点名。所以你们现在就是要去是检查那个消防栓了。如果说有草的话，我们给它除掉啊；有垃圾我们丢掉这样。啊 ，OK。今天检查哪里？凯旋花园。我想去那边那个大陆那边范围比较广的，就不会阻碍那个交通了。如果你要体验我们上车那种感觉，你可以跟他们讲。好啊，来。好，我们现在就是要跟着他们去做一些例行活动啦，检查消防栓。现在我就有机会坐上他们的车，一起去看。我要声音关掉。你们平时去练习应该不会开哦。没有开。有去救火我们才来了我们开的。你们一开的话，等下居民就会以为有什么事情啊。我们储水箱每次都要装满，就是说储备随时来用。不然的话，如果你没有水的话，如果真的有火灾的话，我们就是个大问题。所以每天一定要装满水啊，小心人家的水。
哎，开了水过后，我们就要摸那个水有没有沙，如果有沙的话，就要给它排到没有沙为止，肮脏的水给它排掉。志愿队们非常热情，大家都想展示技术给我们看。接下来，他们就想展示一下，如果在正式火灾，他们会进行的操作。正式火灾，我们要穿上消防服、帽子，为了安全起见。当然，有时候开过去的时候也是这样冲啊。这个帽子啊，如果水啊全部流下来这边的话，它从这边排到背后去，它会弄到人体。它帽子后面有片布。这头的这要2个人，一个是在前面，一个是在后面顶住它的键盘。水压太大的话，整只东西它会打在我们的脸。他们都在做工，你们在做什么？班上啊，如果真正火灾的时候，不是这样了，要去火灾那边看有没有需要帮忙，对面有什么要求。因为我们距离很远嘛，他可能晚上的时候看不见，可能班中间有一个人他需要关要开，他会跟他讲，我们才知道传一个，车有车的人看住啊，交通要维持的，对吧？目前他们这样看起来好像毫无章法，很混乱呐。但是每2个星期的例行活动，他们没有 skip 过，主要都是在检查消防栓是否能在紧急时刻发挥作用。像这个漏水啊，我们就拍电灯柱和这个角落给我们的教练，由他叫正规的消防员来检查。因为有一些人他们种花种草在那边，然后将这整个消防栓盖住的时候，遮住的时候，我们会劝告他们说不要种花草在这个地方了。如果说他还是种的话呢，我们只有呈报我们的教练，然后由他来处理咯。2个小时的时间，检查几条街以后，大家便回去各自的日常。他们当中有些是工作人士，有些已经退休。不管是正在工作，或者是享受和难得回家的孩子相处，只要遇到出队，都会终止手头上的事情。有1、2次煮饭的时候，就跟我妈讲救火了，还听到那个声音响的时候，还讲哦救火了，你去，我帮你煮，这样子咯。甚至在人家的家装窗口的时候，都有发生过。当一发生的时候，通常的屋主都会叫你快点去，我的东西做不完不要紧，明天还可以做。还很多机会的，救火比较重要。我女儿他们也会体谅，我太太也会体谅，因为她已经习惯了。拿回来了，时间长就会有一点担心这样哦。救完了啊，他们去喝茶什么啊？没有跟我联络啊，没有讲。你在那边担心，结果他在喝茶。哦，我又不敢打电话给他哦。担心他们在他们来讲，因为我们这些小孩就好像玩耍这样啦。像我太太的感觉是这样啦，好像说你去救火，有救到吗？他们反而会追去现场看啊。其实因为村民少，能发生火患的情况相对来讲也会跟着减少。大部分还是因为天气干旱，干枯的草丛着火，志愿队就要出动。除此以外，他们还有其他服务，包括捉蛇、为巴萨清洗沟渠、柏油路的清理，甚至是清洗百年古井。烧草疤比较多了，防务方面来讲蛮大的行动了，到最后是接手的是正规的来接手，我们只是给他知道我们的人数到的时候的时间。要是防务来讲没有那个温度咯，地上好哪里好，没有那个热的温度才为准咯，而不是只是看到没有烟了就可以跑了。反而在新年，不管什么社人的新年，火灾少，在清明节比较多，尤其是4月到6月这段时间，都是我们很少出门。有时我们出门就跟他们通知他们我们要出门而且讲7、9天最近的就是基峦，没有办法，基峦回来这边的行程最快的要半个钟头啊，我们也要在 group 那个 WhatsApp 里面通知。也下基峦买东西这样。志愿消防队的队员不多，尤其是负责开消防车的，也只有4到5位。巴罗新村的餐馆也没有太多选择，所以出门吃个饭也是要在群组里交代。人口少的地方啊，如果建筑物真的发生火患，自然也会成为居民的共同记忆。那时是我还没有参与啦，就大街这边的火患也是很蛮够力啊。台北大街之前在油站对面那边有个大火灾。
那油泵对面4间店啊，银行隔壁。银行这一排，那边这一排。这场火患发生于2011年，巴罗居民印象最深刻的火灾事件。他们讲的油站，当时候还叫 A 所，对面整排店的烧毁，都成为了居民印象最深刻的火灾事件。很够力了，我们快点帮忙他们搬东西出来咯。后来没有搬的就全部烧了完。就是左邻右舍哦，一般上能够协助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这个家火灾烧一点点，他们隔壁家拿一条水喉去帮忙喷，就是很小，但是火小就容易控制嘛。火是这样，由小烧到大，火一大起来啊，它失控了。附近的东西是自动点燃，不用你去点火，热度超过300度自动着火。所以烧很大火都一般上是没有人在家，因为年轻人往外的，就是留我们这些老一代人来这边留住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自己成立自己的消防队，我们可以第一个时间先去压住那个火势，等到他们来的时候，至少还可以救到这一场火。那么，因为我们是志愿消防队嘛，我们的任务来讲，不需要进去屋子里面的。那么你要先救的不是那个火，而是它隔壁，就说还没有着火的那间屋子，你们先给它淋湿，然后慢慢走进来这样啊。当时的那些邻居啊，那些居民啊，帮我们拿那个水管哦，我们的喷水的火那个消防头啦，掉在地上就乱喷哦，就刚好打到一个人，只有那一次罢了。过后我们不给外面的人帮忙，都是我们自己拿，就看一下补他一点钱医药费这样子而已咯。要是导致他没有在做工啊什么，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只能 claim 自己的保险啊，自己的保险或者是说。巴罗志愿消防队除了讲说没有社保，得到的资源分配相对有限。政府1年的拨款就是3000令吉，再加上一些独立单位给予的支持，足以运作吗？你现在所有的资金，我们先放起来，我们也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的车你知道吗？2个电池就花了多少钱？500多块。这种大家如果6条换完啊，过千呢，1000多2000块耶，所以只能够逐步咯。什么坏做什么，什么坏做什么。去年修车啊，就用了1600多。我会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消防喉出队会坏的，放久也会坏的，每1-2年一定要换。这消防是胶质的嘛，我们又怕等一下它的破款没有到啊，用不完我们就保存起来。我们有一个好的财政在顾着。然后他可能今年没有用到，明年用很多，后年用很多。善用以及分配资源已经是他们掌握的技能。最大的开销莫过于消防车本身的零件，因为是2手的日本退役的消防车，所以维修也不容易。下一集特辑会为大家做个消防车小开箱。资源有限，福利有限，那成员们为什么还要参与志愿队呢？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我们的对面那排店屋。老屋整排烧到完，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志愿消防队。我对我自己讲，以后我要成为消防队。只要他还在，我一定会在。如果不靠我们自己顾自己的话，怎么办？嘴巴上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我要退了，我要退了，可是你就是不会退的。只要你一听到有火花什么，你会自动自发进现场来，就很奇怪的东西。天气太过干旱啊，晚上睡觉也是有一点怕怕了，有一点压力啊。自己也没有做什么，就帮忙一下这样咯。然后他们刚好也是需要一些比较年轻一些的人，这样，然后我们就参加这样，算他们里面的年轻的人，就是一个心情很像可以在一起开心这样，然后可以去服务这样啦。我又没有做工，我就去做了，我就参加了。不用去也可以。当然是你会过意不去了嘛，有火灾还是可以做，就尽量协助咯。本来想要退了的，但是他们一直说好意啊，说留住，诚心的叫你留住，你不是留住哦。要救火，他们年轻人可以去救。志愿消防队也成为了这些居民的一个业余活动。孩子们平日不在，除了喝茶聊天，至少他们还是有能力为社区付出贡献，对吧？Kita kata bagi 100% dia membantu, tapi 80% awal dia membantu. 很有帮助。不错啊，巴罗的消防第一时间来救火。烧到一半了，机关才来。Sepenuhnya dia bantu. Nanti dia buat dulu, baru mobil keluar je datang. 防火的设施比较不好，所以有必须要他们存在。肯定要感恩的嘛，有志愿的人在这个社区里面服务，没有这些人在服务那遇到意外的时候找谁？
烧完了哦，远水救不了近火嘛。这句话老师教我们很久了，对不对？很多地区都有志愿消防队，当一个地区开始越来越少人，志愿消防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平日里的付出或许鲜为人知，紧急时刻才能体现他们的重要性。因为有你，这个社区不一样。哎，吃水好啊，咪。所以你会先通知你的女儿吗？我女儿没有出来啊，我这样通知，她的工作是7点半的，我4点半我就来了，我这样通知。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打开小铃铛。下一集再见。